我是一名在内地工作的内蒙人，曾经应该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小粉红。为什么我决心写这封信？因为我就是起初他们里的那个人。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，我沉默了，因为我不是犹太人。当他们抓工会成员的时候，我沉默了，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。当他们抓天主教人的时候，我又沉默了，因为我不是天主教人。最后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，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。现在这个起初他们里面的故事，奇迹般讽刺地发生在我的身上。具体要从去年香港抗议事件发生的时候说起。我开始也认为街头抗议香港人和国家宣传的一样，都是无理取闹的暴徒。在新闻里有抓香港人的时候，我会当成八卦追剧一样的心态在看，认为他们活该。和起初他们一样，他们迫害西藏人的时候，我真的一点也没有关心过。把新疆人关进集中营的时候，我和身边的朋友一样选择当成笑话看，拍手叫好，认为让他们学习汉语是对他们好。迫害香港人民的时候，我选择站在政府这边，支持警察镇压香港人是对的。现在想来，之前的我真是太愚蠢了。政府在内蒙强推汉语教学这件事，由于长期不在家乡生活，我也是后知后觉。起初认为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直到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，内容是采访了一个新疆的孩子，汉语说得非常的好，可是维族自己的语言却不怎么会了。作为一个蒙古族人，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。在我没有孩子的时候，我可能不会有现在的感受。我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文化正在被一点点的侵蚀。等我的孩子长大了，说的一口流利的汉语，但是作为本民族的蒙语却不会说了，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。关键是我们对此完全没有一点点反抗的权利。警察抓捕反对和抗议的人，政府说罢课的家长是违反了义务教育法，要罚款，还要依法追究责任，威胁给不报到的学生取消学籍，封锁新闻和舆论。这么大的事情，身边的同事朋友完全不知道内蒙发生了什么。我这才明白，就是靠着这种手段，蒙着一个人的眼睛打另外一个人。政府把不服从管理和反抗的人民称他们是独，不喜欢中国社会主义的台湾人是台独，不接受中央政府给香港法律的是港独，不接受中共领导的达赖喇嘛是藏独，反抗政府同化自己民族的新疆人是疆独。现在终于轮到是我们蒙古族人不接受汉语教育，而抗议的人很快就是蒙独了。按照这个地理位置顺时针转下去，下一个轮到的恐怕就是朝鲜族了。从小共产党就一直强调我们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，可为什么我们蒙古族人民反对的事情，反对强推给我们的教育就要被抓，还要在网上大肆封锁消息，一边倒的舆论报道？在这一刻，我们蒙古族人民难道就不是人民，而是奴隶吗？这还是那个当初说的人民做主的国家吗？分明是一个警察国家。曾经的我认为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，永远也不会轮到我的身上。我真的是太傻了。可是今天就是发生了，我才明白过来，我也不过是韭菜，被人想割的时候就割，没有割的时候，只是还没有时间而已。我们的语言和文字是我们民族的灵魂，现在政府强迫我们内蒙人弱化本民族的语言，强制让新疆人进集中营学习汉语，渐渐的一步一步的侵蚀各个民族的语言，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的文化消失。作为蒙古族人不会说蒙语，维族人不会说维语，就和汉族人不会说汉语，中国人不会写中文一样，是同等悲哀的事情。看到我们内蒙女主持人哽咽落泪，那是自己民族被消灭的痛苦感受，没有轮到自己头上的人根本理解不了那是什么感觉。
我现在真的明白了公知口中所说的言论自由和民主的意义。香港人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上街抗议？他们只是想要一个说法，和我们今天的诉求是一样的。可是我知道不可能了，但是我们依然要坚持到最后一秒。我也知道会有很多和我以前的心态一样的小粉红骂我，但我还是请求您可以把这封信公开，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可以早一天醒过来，千万不能再听信政府控制的媒体在国内的宣传了。他们打着为我们好的旗号，其实背后做的全是龌龊的事情。特别是我们这些少数民族一定要团结起来，不要再被政府的花言巧语欺骗挑拨了，被这种手段利用我们的不团结逐个击破，直到发现自己在笼子里才反应过来，一切都晚了。他们抓新疆人和香港人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站出来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有脸让你们替我们发声。我只希望用这个真实的起初他们这个故事，可以唤醒更多的人，不要重蹈覆辙。